打败联邦的利器反被压制。机动战士高达设定和剧情解说第2集高达破坏命令。机体型号 MS-06F 扎古2是吉翁公国在 UC0079年对联邦进行的战争当中大量投入使用的其中一款人形机动兵器。该型机动兵器开创了宇宙世纪以来全新战争模式，让对手联邦军一直奉行的大舰巨炮模式，在这场战争的开始阶段就走到了历史的尽头。这其中所带来的巨大成果，就是在卢姆会战当中大败联邦宇宙军，成功为吉翁公国在战略上取得先机，从此让联邦军陷入了守势的阶段。甚至这期间，吉翁还迫使联邦在南极进行停战谈判，但提出的条件实在是让联邦过于屈辱，结果谈判破裂，没有达到吉翁的预期，所签订的南极条约也就沦为了战时条约，仅仅只对双方在接下来战争中的行为有所限制。也就是在南极条约签订之后这个时间点，经过改进的 F 型扎古2开始装备使用，逐步代替之前 C 型扎古2和其他老旧机型。没多久之后，装备数量就上升到了第1位。据称，直到战争结束时，F 型扎古2的总装备数就超过了3000架，成为了吉翁在这场战争当中投入最多的一款机动战士。由此可见，这1型机动战士的成熟程度已经到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平。与之前服役的 C 型等早期型扎古2相比， F 型扎古2主要依照南极条约的要求，限制了原先的和生化武装不再使用，而其他的常规武装则没有什么变化，继续沿用。其中常备的手持武器还是120毫米口径机枪，该枪与步兵使用的机枪一样，具有很高的射速，并且威力很强，在对敌进行火力压制方面能发挥出不错的效果。采用弹匣进行供弹，而弹匣使用的是圆形弹鼓这样一个造型，一个弹匣的装弹量为100发，不算很多，所以通常会在后腰裙甲位置携带备用弹匣，以便在子弹用尽时更换继续战斗。同时，枪上还配有瞄准装置，该瞄准装置在配合头部的单眼摄像机使用时，驾驶员就可以通过驾驶舱内的显示屏来观察到机枪上瞄准装置里的信息。这个时候只需一键操作，就能对敌发起精确射击。除了这把机枪之外，还配备了280毫米口径 AP 扎古火箭筒，其编号为 HLSB25K， 装弹量一共4发，并且输出的威力很大，非常适合用于打击舰艇之类的大型目标。当然，在打击机动战士方面同样适用。在与高达的一场战斗中，一度使用破甲弹就直接击穿了高达的盾牌，差一点就对高达就造成重大伤害。其他的扎古火箭筒也配备了瞄准装置，用于支持精确射击，这对于打击要塞之类的攻坚作战极为有利。尽管可以利用后腰武器挂架多携带这个火箭筒，但火箭筒的实际装备数量并不是很多，所以在诸多战斗当中，携带火箭筒出击作战的扎古反而是少数。而在近战武器方面，配备了一把5型电热斧，这把武器的最大特点就是通过给刀片进行加热提升破坏力，其运作原理也较为简单。当扎古手握电热斧时，机体内部的核聚变反应堆产生的热能就会通过手部的接口传递到电热斧刀片上，以此来提升电热斧的破坏力，其威力大到很轻易就劈开各种装甲，甚至高达的月神钛合金装甲都能直接破坏，是扎古手里为数不多能对高达构成威胁的武器。而处在机体腹部位置便是驾驶舱，其内部结构和布局仍旧是之前机型的设计没有变化，也就是各个子系统的仪表和控制面板围绕着驾驶员视野范围内进行布置，相应配套的还有雷达等探测设备，其有效探测距离为 3.2 公里，而操纵机体则主要通过操纵杆和踏板来进行。整体上操纵的难度不高，在熟悉操作了以后，很快就能到实战的水平。接着是动力系统方面，在机体腰部位置安装了米诺夫斯基超小型核聚变反应堆，该反应堆功率为951千瓦，所产生的能量会通过动力管输送到机体各个部分，这让机体的机动能力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机体的动作不再像过去那样显得比较笨重缓慢，甚至还能做出像人一样灵活的战术动作。由此可见，吉翁机动战士的性能优势在方方面面都得到了体现。同时还有部分动力管还连接着后背的推进器背包，该推进器背包可为机体提供41吨推力，如果算上在脚部位置的推进器，机体的总推力就达到了43吨，相应的机动速度能到88千米每小时，而机体进行180度姿势变换则只要 1.7秒。虽然核聚变反应堆提供的动力十分强劲，但所蕴含的能量已经等同于核武器，一旦被击中受损将会引发巨大爆炸，所释放的能量直接就会波及到周围一大片区域。一架机动战士存在如此巨大潜在风险，这
这对吉翁如何妥善使用带来了重大挑战。倒是吉翁机动战士的防护水平很高，除了左肩上安装有防御攻击的盾牌之外，在整个机体上还使用了超硬钢合金打造的装甲。这一型装甲比主战坦克的复合装甲要强出不少，使用实弹装备将其击穿并不容易。加上动力装置还会散发米诺夫斯基粒子，使得导弹这类强力的反制手段失去了制导能力，因而在战争的开始阶段，吉翁往往一两架扎古就能给联邦军带来巨大麻烦。尽管联邦军已经跟进发展机动战士，但进度比吉翁的机动战士要慢上不少，在战争爆发后相当长的时间内迟迟没有投入实战，为此开发了其他的装备进行应对，而这些装备分别是反扎古坦克和导弹车。能从其中一款装备的名字看出，这是联邦军针对吉翁扎古准备的。为了获得最佳视野，炮塔使用了开放式的设计，并预留了2名成员的位置负责操作炮塔，而炮塔所配备的武装则显得比较单薄，仅在坦克的底盘上设置了一门双联装机炮，威力上倒是能有效击穿扎古的装甲，但是自身薄弱的防护不足以与扎古进行正面对抗，面对扎古的攻击完全不堪一击。尽管劣势是如此的明显，联邦军还是想尽一切办法在与扎古的战斗中争取更多胜算，为此准备了一款轮式导弹车，依靠导弹的巨大威力来对扎古形成威胁。该型导弹车安装了一个8连装导弹发射装置，为了规避米诺夫斯基粒子对制导装置的影响，所装备的导弹均使用线控的方式进行制导，但扎古上装备有探测器能规避来袭的导弹，所以联邦军将这2型装备进行部署后，很快就发现对扎古还是没有起到多少反制作用。连在 SIDE-7殖民星上部署大量重兵的高达研发基地，任由吉翁机动战士扎古大肆破坏，而以装备这2型装备的联邦军守卫部队被潜入侦察的2架扎古打得措手不及，导致自身损失惨重。直到阿姆罗在混乱中被迫驾驶高达进行反击，利用高达在性能上的绝对优势，这才得以将吉翁的这2架机动战士扎古全部击破。当听到派出的2架机动战士扎古被歼灭时，一下子让夏亚感到吃惊不已，难以相信联邦军已经拥有了如此强力的装备。为了解开这个疑惑，他决定亲自带领一支小队前往侦查一探究竟。很快，在己方战舰输出火力打击吸引对方注意力的情况下，十分顺利地潜入到了 SIDE-7殖民星的内部。然而就在进入到殖民星内部进行调查的过程中，夏亚遇到了名为塞拉马斯的人，而塞拉在发现夏亚后就对其举枪，并要求夏亚脱下头盔和面具。结果在见识到夏亚的真面目后，塞拉仿佛就像是见了熟人一样吃了一惊，而反过来夏亚在看到塞拉时也是如此，无意间就喊出了阿尔代西亚这个名字。不过此时夏亚顾不上这个意外的相遇，趁着塞拉迟疑的时候，直接踢掉他手中的武器后迅速逃离了现场。这个时候阿姆罗也驾驶高达来到了这里，但没抓住时机追上夏亚。正当阿姆罗和塞拉返回到白色基地时，一直紧随在高达身后的夏亚抓住舱门打开的瞬间冲进了白色基地所在的港口内，于是趁此机会开始收集联邦军的情报信息。但很快布莱杜诺亚就得知有吉翁人员闯入，便立即组织人员对其进行阻止，成功将夏亚手中的拍照设备击毁。不得已，夏亚连着丢出了2个炸弹，在炸开2个洞口后就顺利逃离了SIDE-7殖民星，然后与早已在外等候的部下一起向姆塞级巡洋舰进行返回。随后阿姆罗也驾驶高达追了出来，打算使用光束步枪将夏亚等人全部消灭，但是对方早已远去，最终因人员目标实在过于渺小，阿姆罗连射数发均没有命中。然而当夏亚在看到高达出击了以后，便立即做出了改变，让己方战舰将剩余的2架扎古发送到指定位置，打算驾驶扎古亲自与高达展开战斗。需要注意的是，夏亚驾驶的扎古有所不同，属于是指挥官用扎古2，其型号为 MS-06S， 基于 F 型扎古2改进而来，所以2款机型从外形到内部基本没有什么区别，仅在个别地方存在差异。这其中比较明显的地方就是头部多了个角，这个角是对指挥官型扎古2识别的主要特征。然后就是机体的动力输出提升了 30%， 相应推进器的推力也就上升至 51.6 吨，而动力装置的功率输出除了有所上升之外，自身的重量也得到了降低，加上装甲上的优化改进，整个机体比原来 F 型扎古2轻了有 1.6 吨，这也就使得指挥官型扎古2的机动性能
比起 F 型扎古2发生了质的变化，因而夏亚在面对联邦军的高达时，凭借自身优秀的驾驶技术水平，与高达战斗还能握有一战之力，甚至一开始通过不停的变换攻击方向，让阿姆罗驾驶的高达吃到了不少亏，包括左肩上带有尖刺结构的外甲，机动速度得到提升后，使用冲撞攻击就有了更大的威力，而这一点同样在与高达的战斗中就得到了体现。由此可见，指挥官用扎古2性能的提升幅度很大，而使用的武器则继续 F 型扎古2的配置没有变化，常用的武器还是机枪这些制式装备，但自身的控制系统有得到较大改进，这就使得水平优秀的驾驶员有了更多的发挥，比如利用机体的四肢像人的拳脚一样进行攻击，所发挥出的威力同样能对敌造成损害。像夏亚还能使用腿部做出飞踢动作，其机体的动作看上去就跟人一样十分的丝滑，虽然性能表现足够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但要做到这一点需要驾驶员具备十分高超的水平，因而这1型扎古2就成为了精英驾驶员专用的机型，无法像 F 型扎古2大量装备普及使用，最终生产的数量也只有100多架这个规模。现在联邦军在拥有了高达以后，使得吉翁在机动战士领域独霸的局面被打破，让初次与高达交战的夏亚深有体会。原本以为会凭借数量优势拿下高达，结果自己部下驾驶的扎古先被高达使用光束步枪一发直接击破，高达所拥有的颠覆性力量就这样在夏亚的眼前进行了充分的展现。而夏亚在见识到高达的威力后，便意识到自己对高达的预估不足，决定选择撤退，返回到了姆塞级巡洋舰上。于是这场战斗也就到此结束。